大家好，我是木作匠人。最近一个时间段呢，做了一些家居的腿足类的榫卯结构这个视频。这个其中呢，这个内容当中包括几期抱肩榫的这个制作的内容。有一些观众啊，就是看后啊，就是提出来，就是说希望能看到划线的内容。本期呀，想做一下铺垫，说一下划线前期的准备工作，说一下就是说我自己的划线心得，与大家共同学习。如果哪个方面啊，如果要是说错了，请大家帮忙及时的纠正。说起划线呢，就得有这个立体的几何尺寸。这个你看，这个我前期做这几件这个小样哈，说作品也好，就是以前呢我也是没做过，这也都是第一次做。也是跟这个网上啊，师傅们操作，我看看跟人学。那么这个观众就要说了，那你没有尺寸你是怎么做的？我今天要说的就说这个，说有了这个以后，就好办了。就是说，你这头脑当中就是有这个空间概念。你比如举例子讲啊，就是说我拿着一个小锯条，这么看是一条线。那么我把这条线这个平行的拉伸了以后，那么就是说它通过它走这个过程，如果要连起来，那就是一个面儿。为什么要说这个呢？就是说现在就是你包括有那个网友看了以后，就说问我这个面儿是不是斜面还是直面，这都是怎么确定的？就是在这上，就是你看了这个产品以后，他俩在组合的时候，看看它有没有角度。有角度，那面肯定就是倾斜的嘛。没有角度，它投影的时候是一条线，那就说明它就是没有角度，就是直的。我要说这个呢，主要是什么呢？让大家呀，就是说希望能学习划线这些人这些观众啊，就是头脑当中先建立起来这个空间的概念。有这个概念了以后，我们就好说这个划线。我每画这一条线，每一笔下来，你就知道它这条线有什么作用，是结构当中的哪条线。本期呢，我先把我画过的线让大家看一看。这也是我第一次画这个抱肩榫的线，也可能有错误。也是通过这一期内容啊，有经验的师傅们看了以后，哪有错的给指点一下。看看这个，它不是45度。有这观众问过我，这是不是45度？这个是不是45度要根据你的料的大小，说你要的效果来决定。像现在我画这个呢是这种情况，这个斜度啊，就是抱肩榫的这个腿这个方面，那这个是这面，他把这个尖拉掉以后，这尖拉以后，这是一个开放式的毛眼儿，也就是说这个位置出挂销啊，就是那个燕尾这个榫，这算榫，这个上出燕尾槽，最后它这么插下来，这是这样。看看这个，先从侧面看，看这个位置，这个就是上边这个榫头，
这是榫头，它的作用就是与这个桌面连接的时候，它为什么这个方向，就是说一个是大边的方向，一个是码头的方向，这个需要多长，根据咱们这个桌面的厚度来截取它。它是高低榫啊，这个位置这条线到这条线到这个斜线，这样过来，再到这条斜线，这么一个闭合的线是把这块料要抽掉的，就是拿掉。但是这条线为什么我现在要画，就是因为你看这面就是跟它是一样的，要除这个，要拿这个榫，就是说拿这个榫，或者说叫拿这个卯都可以，要把这个多余部分我要给它去掉。这条线关键说这条线有这个观众问，这个面儿它就是一个垂直于这个面的整个面，它不是倾斜的，是与这个面是垂直的。这个面你看哈，就是说起来呀，这个看着这个面是个斜面，但是你看这个卯，这个卯实际上就是这个位置到抽掉了以后，它抠到哪呢？说是在这个位置吧，因为还要留点到，不能到这个尖上，这个往里留点，这么抠下来，一直到这，是这样，就是这个。但是我为什么画这么长？你不画这么长的话，你也没法把这块料给抽掉去掉。所以说我要画这么长，因为还有一个要考虑的问题，我要解释一下，就是说你看这条线到这个尖啊，这地方还有个这个小三角，这个小三角都得去掉的，它必须得是你看在这个榫头的边上，如果这个线再往里倒，就是影响这个榫头的碰上了，就是为了最大限度的这个要这个坡度斜度，就是说与这榫头相交，这个在锯的时候就不伤这榫头。看我上一个视频的，就是这个，就跟它是一样的这一块。你看，它俩就是这样，就是利用它这个面。如果你再往这么斜一点，这一拉可能就碰着榫头了，是。再往这么呢，可能斜度就太小了。就起不到这个立体这个感觉了。这个关于这个包间榫这个榫卯啊，大体上也就是这么多。关键是什么呢？头脑中有立体感，我这一说大家就懂了。你说100次也不如自己动手操作这么一次，操作一次就全都懂了。至于别的呀，画这些线哈，腿的形状什么的哈，我也就不用讲了。这大家需要什么形状，就做什么个形状。那好，那今天这个内容啊，就到这里。可能我也讲的，把我自己都给讲糊涂了那种。大家就是包涵吧。如果哪个地方就是有过错的地方哈，大家及时给提出来，也有利于我这个学习提高。好，谢谢大家，咱们下期再见。